歡迎來到新聞頻道，明星們很高興您訂閱了該頻道。肖戰10日中煙對打吳磊健來，誰才是2026爆款王？6月24日，騰訊視頻年度發布會在上海搞了場大的，一口氣端出120多部劇，從古裝到科幻，從現實到懸疑，鋪得滿滿當當。但所有人的目光幾乎都鎖定在同一個名字上，10日中煙。片花一出，熱搜直接炸了，5小時內微博話題閱讀量突破1.2億，央視電視劇官方微博都主動轉發。肖戰頂着灰頭狼尾造型，一句我要開始說謊了，書粉直接瘋了一片，這就是從書裡走出來的旗下本人。好家伙，還沒播呢，這陣仗就已經把期待值拉滿了。但話說回來，120多部劇齊刷刷亮相，到底誰才是真正的年度爆款種子？是肖戰的10日中煙穩坐頭把交椅，還是吳磊的健來能後來居上？又或者藏着什麼黑馬，正在悄悄蓄力？頭號種子，肖戰10日中煙穩了。先聊最炸的，10日中煙改編自番茄小說巔峰榜的頭部 IP， 常年保持 9.9 的逆天評分，閱讀量超9000萬。原著的核心設定很有意思，一群人被困在一個詭異的中煙之的，必須參與12生肖主題的致命遊戲，每10天一個輪迴。主角旗下，表面是個溫文爾雅的心理學碩士，實際上是個游走灰色地帶的高智商騙子，背負着70年的輪迴記憶。這種中式無限流加規則怪談的設定，在內娛劇集市場裡相當罕見。說直白點，之前沒人這麼幹過。肖戰接這個角色，可以說賭得挺大，但《藏海傳》裡他那個謀略家的形象，確實讓7成原著粉點了頭。更關鍵的是，製作方在陣容上也下了血本。毛曉彤顛覆甜美形象化老年疤痕妝，胡先煦為大勳全員跳出固有熒幕形象。總投資據傳超2億。其中40%的預算砸向了特效，流浪地球團隊 More VFX 操刀，搭建了8000平米的虛擬影棚，12生肖面具採用伺服電機驅動，能實現20種表情變化。實話實說，這配置放在國產劇裡確實頂，但無限流這個題材在國內劇集市場終究還沒被真正驗證過。能不能拍出原著裡那種燒腦刺激的感覺？尺度怎麼拿捏？300萬字的鴻篇巨制怎麼壓縮成24集？這些問號一個比一個大。所以10日中煙熱度第一是毫無疑問的，但穩了2個字，恐怕還得等到真正開播那天才能下結論。頂流混戰，誰的大男主最穩？除了肖戰，片單裡另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是大男主劇的集中爆發。吳磊的健來絕對是重量級選手，改編自烽火戲諸侯的同名小說，監制何總，導演是張弛宇。6月24日官宣陣容時，吳磊作為唯一領銜主演，名字被單獨一行排在海報最上方，這排面在內娛相當少見。張震、張鈞甯、賈冰、高偉光、陳都靈等全實力派陣容助陣，實景拍攝的水墨畫風，加上草根逆襲的敘事基調，原著粉基礎盤本身就大得驚人。吳磊為了這個角色，減重、曬黑、練劍，呈現出了一個市井少年的粗礪感。斗笠滑落時那個抬眸的對臉鏡頭，已經被網友稱為神級對臉鏡頭。龔俊的白衣公卿走的則是另一條路。古偶賽道裡，龔俊之前的作品反響一直不溫不火，但這次白衣公卿作為一部武俠男頻劇，無論從劇情設定、角色性格還是人物造型來看，適配度都拉滿了。如果制作精良，熱度不會差。王鶴棣的將門毒後也是話題擔當，改編自千山課茶的《重生之將門毒後》，導演是尹濤。王鶴棣和孟子義領銜，
古裝霸總氣場全開，搭配孟子義的復仇嫡女人設，爽感權謀加極致拉扯，精準踩中了觀眾的追劇偏好。這三部大男主劇風格和受眾各不相同，劍來拼的是世界觀和文學底蘊，白衣公輕賭的是宮俊轉型破圈將門毒後打的是爽感和 CP 感。誰能殺出來，還得看成片質量。二搭真香，這些 CP 我磕定了。今年片單裡還有一個特別有意思的現象，二搭、三搭的 CP 濃度高得嚇人。最受關注的無疑是丁禹兮和孟子義的愛在無盡下。兩人之前在淮水竹亭裡演過一對配角 CP， 青木原和張正，戲份不多，但氛圍感直接拉滿，隱忍克制的愛意加上 BE 結局，讓大批觀眾意難平。這次二搭直接升級為主線，從古裝悲情配角走到現代甜愛主角，堪稱前世今生的神級售後。孟子義更是時隔6年重返現代偶像劇賽道，上次演現偶還是2020年的《我不是購物狂》。官宣當天，兩人一唱一和的互動文案刷屏全網。孟子義一句夏花無盡，好在重逢有期。丁禹兮緊接盛夏之約，因為我在等你 ，CP 粉直接過年。導演韓衍曾執導《瘋犬少年的天空》，攝影和美術團隊來自豆瓣高分作品《春色寄情人》，班底靠譜，故事主打校園到都市的雙向暗戀成長，雙學霸設定加上久別重逢的治癒路線，情感內核穩穩拿捏。還有一對值得關注，郭曉婷和王天辰，兩人已經是第3次搭檔了。前2次合作積累的默契和觀眾緣，讓這次3搭自帶話題。程磊和王楚然如果2搭成真，那顏值暴擊程度簡直不敢想。這種 CP 延續策略，本質上是在打情懷牌，當初沒磕夠的，這次一次性餵飽。題材夠野，無限流、美食、高幹文都來了。縱觀整個片單，騰訊2026年的口味確實有點雜，但雜得挺有意思。前面說了時日中煙的無限流，這是稀缺題材。還有一部《司公令》，走的是宋代美食探案路線，丁禹兮和宋祖主演，設定講的是南少位置歸來的二皇子，與為父母籌以假千金身份入宮的孤女，從相互試探到生死相托的故事。一邊做菜一邊搞事業，聽着就像下飯神劇。但這類美食劇容易拍成《舌尖上的宋朝》，如果劇情節奏沒跟上，很可能變成純愛流水賬。金枝是古歐版穿 Prada 的即視感，李一桐和陳星旭主演，講的是職場女性在古代宮廷裡的進階之路。這種題材討巧，但關鍵在於能不能拍出新意，而不是換一身古裝講現代故事。經絡在吳家人則是高幹文影視化的嘗試，這類題材在尺度上怎麼拿捏，是個老生常談的難題。拍得太保守，原著粉不買賬；拍得太寫實，又面臨審查風險。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是，騰訊視頻在這次發布會上把內容分成了長卷精品、現實精品、愛戀精品、幻象精品、古裝精品、網絡故事篇6大板塊。其中網絡故事篇是一個全新品類，主要集中在懸疑推理、社會議題、犯罪動作、IP 衍生4大方向。這意味着平台在探索電影、長劇、短劇之外的第4種敘事可能。爆款密碼，誰最有戲？捋完這10部劇，回頭再看騰訊2026的整個布局，有幾條清晰的主線浮現出來。第一，大 IP 改編依然是基本盤。劍來將門毒後，這種網文頂級 IP， 自帶千萬級原著粉，只要改編不太離譜，熱度的下限就有保障。但 IP 越大，改編的難度也越大，書粉的挑剔程度和期待值成正比。第二，頭部演員控場，肖戰、吳磊、王鶴棣、龔俊、楊洋、張若昀。
這個陣容放在任何一年都稱得上豪華，但演員只是敲門磚，最終能不能留住觀眾，靠的還是劇本和製作。第三，二搭情懷牌打得很聰明。愛在無盡下的丁禹兮、孟子義，從配角到主角的升級，本質上是在消費已經驗證過的 CP 化學反應。這種策略風險低，回報高，但前提是兩人的保持住之前的默契。第四，小眾題材試水勇氣可嘉。時日中煙的無限，劉思恭令的美食探案，經絡在吳家人的高幹文，這些題材在國產劇裡都不算主流。做好了就是開山之作，做砸了就是反面教材。綜合來看，時日中煙的熱度無疑是第一梯隊的，但它面臨的改編風險也是最大的。無限流能不能落地？審查紅線怎麼繞？這些不確定因素讓它的爆款之路並非坦途。近來的原著粉基礎龐大，但男頻劇改編成功的例子本就不多。吳磊的草根劍修形象雖然廣受認可，可特效能不能撐起宏大的世界觀，還是個未知數。愛在無盡下走的是穩妥路線，現偶賽道競爭激烈，但丁禹兮和孟子義的 CP 感是實打實的。說到底，騰訊2026押注的是話題加品質雙驅動，不再唯流量論，也不再迷信大 IP， 而是試圖在每一個細分品類裡打磨出尖子生。這種思路是對的，但最終能不能跑出真正的現象級作品，還得看成片說話。這10部劇裡，你最想看哪一部？還是說，你心裡另有白月光？評論區聊聊。